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月20号星期六，周末了，还在下雨，而且其实雨不小，就是雨滴特小，但一直在下。所以今天带了 Insta360出来。今天还是正常跑一个训练日的强度，大概先是慢跑，然后最后几公里加速。大概有30米这一段没有路灯，就特别黑。什么时候摄像设备真的能像人眼一样，就了不起了。不过拿这个小设备就轻松不少。有小伙伴问我那个是 Osmo Pocket 3怎么固定在身上的？没有固定在身上，我就这么举着。昨天的视频、前天的都是就这么举着。所以有小伙伴也询问，他也想记录跑步，买什么设备？我说，主要考虑2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光线。您如果都是白天跑步的话，这个 Insta360 Go 系列就相当棒。还有就是您的预期，就假设您个人的好成绩，或者说您的就是说阈值配速吧，大概比方说是4分钟。那如果你想拿 Osmo Pocket 3跑，又不太影响您的训练，那可能您举着它跑的时候，也许要是4分50甚至是5分的配速。所以如果您的能力只有5分半，那您举着它跑可能只有7分的配速，那就没有意义了，对吧？今天下午1点半还是直播间见。今天早晨咱们就闲聊2句，正好下雨就有好多想聊的话题。行，那咱一会儿再聊啊，加油吧，加油吧！哎呦，小伙伴们，雨越下越大，幸亏没有带那个 Osmo Pocket。那个摄像机的遗憾就是完全不防水。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是 Insta360 Go 3，已经日出了，天慢慢亮起来，比刚才雨大了，都湿透了。镜头上肯定有水，大家见谅啊。其实我真正下雨参加比赛只有2场，就是波士顿和东京的半马。在这之前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赶上过雨天参赛。现在还看不到下周日的准确的天气预报，但是应该下雨的可能性不大。第一次在这种气候的地方过冬天。有时候就想，最近啊，因为要比赛了，在调整。前2个月跑量很大，第1个月好像是570、580，对，第1个月580，上个月630，就导致呢又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作息，否则就有点偏。然后最近就老觉得吃饱了，但是吃不够，可能有点跟不上吧。最近调整了调整，挺好。这2天又把头发刮了，一会儿跑完了给大家看。我就用那个自己剃头的那种推子。我的生活特别简单，你比方说头发，大概长到1厘米就刮光，然后再长到1厘米再刮光。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我老说的纠偏，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经验。
就像我看我发的直播录像那部视频，有小伙伴说，好像低欲望不是谁都是这样，或者大多数人不这样。问我为什么？其实也不是因为有的东西太多了，就是性格吧。但是这种性格有时候也不好，就是像跑步这事儿，你们看，就我要是觉得这事儿我认准了，我想干，我就特别的钻牛角尖儿。所以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尽量通过我有时候分享的这些，少走些弯路。很多人推荐阿迪达斯的鞋，这几年确实是没机会没试，我回头试试，好吗？至于 Vaporfly 这个事儿呢，我觉得吧，每个人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。二代的 Vaporfly 我觉得太不精英了，就是那时候二代我都穿坏好多双了，我比赛的时候还是穿一代，直到一代不能穿了。三代至少基本解决了跟脚和重量的问题。很多小伙伴说鞋底儿觉得没有二代有劲儿，我的判断，我看了一个小伙伴的评论，我觉得说的很对，就像我穿不了阿尔法 Fly 一样，那不是他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一方面是力量，一方面是体重。这体重不是说大家胖，而是说我太矮了。就我这样的身高，男性我这么练，我到这个体重，好多的精英的鞋我都穿不了，因为我没有精英的能力和力量。这就像以前没有这种厚底鞋的时候，都是薄底儿的竞速鞋的时候，好多普通人穿不了竞速鞋是一样的。所以各有各的好坏。我的判断就是，如果您认为您是正常的身材的成年人，那阿尔法 Fly 没什么不好，是不是？各自取舍嘛。至于其他的，其实我倒不是说不愿意试，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的人，真心的。我的生活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还有最近训练也有一些心得，就是加跑量也有一些心得，就是能力这个事儿，或者是恢复这个事儿，或者是你能跑多长这个事儿，真的。你不能说没有极限，但是真正的极限比您想象的要高得多。我真的没有敢想过我能跑到630公里一个月，而且是无伤跑完。我就没有伤，不是说没有疼痛啊，肯定是伴有一些疼痛的。这就像201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在新加坡认识几位跑步的朋友，他们都跑300多公里一个月，我都不敢相信和不敢想象。我敢相信，但是我不敢想象，因为那时候每次跑5公里、8公里，我觉得挺长了。那如果一个月跑300公里，就是每天10公里，不一样。所以跑步这事儿呢，就是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。别想太多，好多时候就是人们就是想的太多，想的太多呢，就会有各种问题和各种的人工造出来的阻力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这双应该已经超过2000公里的特步 160X 3.0 Pro， 感觉是越来越没有一开始有劲儿了，就已经没有那个通的感觉了。日常训练来穿，我也看小伙伴说
有的好多小伙伴说5.0不如3.0，我还没穿过5.0，我得试试。我觉得我穿上3.0感觉动力不错，就是因为它可能在我的力量的点上。看前面田中先生跑过来了，这一下雨跑步的人就少了。今天雨不小。至于下雨天你要不要练，或者好多小伙伴说雾霾天、空气不好的天，这些我还是1-2年前那句话，就看你想要什么。我想要一个稳定的训练节奏，稳定的训练节奏，一方面是让你的身体状态能保持住，但是对普通人来说，少跑一天不重要。就像我现在追求的目标，对我来说少跑一天也没那么重要，而是说，更多的这种训练节奏影响心理状态。有时候马拉松，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，心理状态很重要。比方说半马，你们看上次就隔了上一次那个6公里的阈值训练，周3我也录像了，对吧？我只跑了3:39的平均配速，当然是因为晨跑冬天，然后不吃饭，跟比赛不一样。但是半马的比赛，我如果跑到3分41的配速，我就失败了，我就 PB 不了，我至少是3:40、3:39，是不是？那这么一想，心理压力好大呀。那平常不管跑得快与慢，只要跑了，我老是那个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的幻想，我的努力对得起我的幻想就 OK 了。这个幻想实不实现没那么重要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准确的表达我的意思。至于全马也是啊，因为全马你有更多的进水站，更多的路，更多的折返，更多的拐弯，普通人很难跑出最短距离。那想240的话，基本上要按照3分45，至少3分45的平均配速来跑。你这么一想，又好难呀！评论区有很多小伙伴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或者比我再年轻，还有比我再年长的，才开始跑步。最大的问题就是跑不快了，因为完全没有基础，想练速度是要比想练耐力难得多的。练耐力说白了，你就每天跑，总有一天你能跑到怎么跑都能还接着跑的状态。这个状态其实很美妙的。我那天在想灵感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：珍惜感受自己变强的过程。从一开始的几百米，到后来的几公里，到后来可以10几公里，有那么一阵儿会自信心爆棚，觉得自己能一直跑下去，这个感觉太好了。现在我早就没有这感觉了。你们看我的训练可能今年比去年快了，在强度课的时候，速度能力强了，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，因为都是拼尽全力了。所以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们珍惜这种感觉。我估计镜头上全是水了。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，一下雨就有很多感悟。到这边以后下雨，赶上下雨跑步的时候少了，这儿好像没有北京夏天雨水大。前2年的视频，大家在我的频道里搜雨或者搜雪，能看到好多极限天气的雨，特别带劲。还有特美的雪景。那天这边就是下雪了，但是零零星星下了一小点儿就没有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加油训练之后见了。1月20号星期六清晨7点23训练结束。看这雨，不知道看得清看不清，听声音。第2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只有5分14。
训练负荷较小，有氧效果维持。最快1公里4分23，平均心率只有128。一下雨，昨天下了一天雨，气温上升了，早上起来接着下就冷了。192瓦，爬升80多米，步频194。行吧，雨中跑步别有另外一种感觉，好久没有雨中跑步了，还有些怀念。有时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春雨，喜欢初冬的第一场雪，对吧？这种感觉就很微妙，什么时候都是长时间没有什么就想念什么，所以要调整。各位小伙伴进入冬训，增加训练量，增加训练强度的小伙伴，无论是饮食还是休息，都别太跟自己较劲，既要能有克制，又要能满足一些自己的身体的需求，这种感觉其实是最好的。哪边都是过犹不及，矫枉不能太过正，好吗？那就这么着。今天跟大家闲聊，题目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总有一天你会怀念某一次雨中的跑步或者雨中的奔跑，不知道回去再说。好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比较热的地方的小伙伴，最近如果还有比赛的呢，那就祝您比赛都有好运，好吗？那我们下午直播间见，加油干，咱们下午见。